大家好，我是愛玩智能眼鏡的老登，黑毛警長008。今天要拆的是小米 AI 眼鏡，这款產品有3個版本：標準版1799、單色電致變色版2499、彩色電致變色版2899。今天拆的是賣的最多的標準版。本次拆解沒有任何商業贊助，我會帶大家看清這副眼鏡的硬件構成以及藏在背後的供應鏈。好，開拆。攝像頭在鏡框左側，按照常規布線邏輯，主板必然在左側鏡腿裡。我們從這裡拆起，用熱風槍對鏡腿邊沿加熱30秒，再用刀片沿縫隙撬開。鏡腿用了大量的接骨膠，只能暴力拆解。拆下內殼，主板就在這裡。主板和鏡腿內殼之間藏着一層石墨烯散熱膜，主板用螺絲固定，卸下來可以看到兩邊都覆蓋了大面積的屏蔽罩。拆除屏蔽罩，可以看到兩側都布滿芯片，而背對臉部的一面芯片密度更高，目的是讓熱量遠離面頰。主板上最顯眼的那顆大芯片，實際上是2顆芯片堆疊在一起的，上層是江波龙的存儲芯片，同时封裝了4G 的 RAM 和32G 的 ROM， 这種封裝叫 ePOP， 設計的目的就是節省空間。壓在下面的呢是這副眼鏡真正的大腦，高通的 AR1 晶腕。AR1 採用了4納米製程，是專門為智能眼鏡打造的旗艦 SoC。拍照、視頻錄製，所有本地大算力任務都在這顆芯片上跑，但它有個明顯的問題。功耗比較大，如果把所有任務都壓給它，眼鏡裡的電池是撐不住的。所以主板上還有一顆2當家橫旋 BS2700H， 一顆超低功耗 SoC， 專門負責日常待機、音頻處理和語音喚醒這類輕量任務。簡單說 ，AR1 負責幹重活，而橫旋能幹的都讓橫旋幹。比如你隨時叫一聲小愛同學，是橫旋在後台常駐監聽。如果只是讓他放首歌，橫旋就能搞定。AR1 不需要啟動，但如果你說小愛同學幫我拍照，橫旋立刻就會喚醒 AR1，讓大當家來出來執行任務。這種架構呢，術語叫做異構多芯片，核心邏輯是把算力和功耗分級管理。主板上還有2顆高通芯片 WCN7851集成的 WiFi 7和藍牙 5.3， 負責無線通信。PMAR2130 是專門為 AR1 配套的電源管理芯片，負責多路電壓調節和動態功耗控制。左側鏡腿是算力中心，右側鏡腿是能量中心。右側鏡腿裡裝的是小米所謂的金沙江碳硅负极電池，典型容量263毫安时，額定容量255毫安时，充電限制電壓4.53伏。碳硅負極相比傳統石墨負極，容量密度就更高，循環性能更好。簡單說就是同樣的體積和重量，能存更多電。對眼鏡這種空間極度受限的設備來說，這種差異直接影響續航。電池重3.95克，電池模組由新光達製造，電芯來自東莞理威。聲學部分分2塊說，揚聲器和麥克風。先說揚聲器，兩側鏡腿靠近耳朵的位置各嵌入了一枚歌爾定制的開放式揚聲器，左右各一，構成了立體聲。模組尺寸約24乘14毫米，厚度只有5毫米。振膜是18乘10毫米的複合振膜，市面上更常見的是20乘9的方案，兩者面積相當，但18乘10的长寬比更接近方形。振膜各方向振動呢會更加的均匀，有效辐射效率更高。反映到听感上，就是在同等功率上，你感知到音量会更大一些。開放式意味着不入耳、不密封，聲音直接朝向耳廓輻射，自然擴散進耳道。好處有2點：一是鏡腿內不需要構建密閉的聲學腔體，內部結構可以做得更薄、更簡单；二是用戶始終能感知到環境声，不會像入耳式那樣與外界隔絕，代價也很直接，低頻大量損失，漏音不可避免。再說麥克風，小米 AI 眼鏡搭載了5麥麥克風陣列，1顆骨傳導，4顆空氣傳導，全部來自歌爾股份。空氣傳導呢，簡稱氣導，是目前主流的方案。手機麥克風絕大多數耳機用的都是這個，通過空氣振動適應。骨傳導麥克風呢就相對少見，目前主要用在蘋果 AirPods 和少量的高端旗艦耳機当中。小米 AI 眼鏡這顆骨傳導麥克風藏在鼻托裡，通過與鼻梁的接觸拾取顱骨振動信號。原理是人講話的時候，聲帶振動經過骨骼傳導到鼻梁，骨傳導麥克風呢就直接從這條路徑採集，完全繞開了空氣傳播。好處很直接，在嘈雜的環境裡，系統能夠更乾淨地拾取用戶的聲音。
4顆氣導麥克風，2顆在鏡框兩側，一側在左側鏡腿主板上，另一顆在右側鏡腿腳板上，5顆協同工作，通過波束成型實現定向拾音，系統判斷声音從哪個方向來，同時抑制其他方向的噪声。這是小米 AI 眼鏡的鉸鏈，官方標注是鈦合金材質。先說這個金色啊，鈦合金本身是銀灰色的，要做成這種效果，推測採用的是 PVD 鍍膜工藝，在金屬表面鍍一層氧化鈦或者氧化鋯，顏色呢饱和、硬度高、耐磨、耐腐蚀。高端手表、眼鏡框上呢用的会比较多，比普通電鍍耐用的多。再看彈簧，注意這2根彈簧是黑色的，和金色的鉸鏈主體呢明顯就不同。鈦合金弹簧呢工艺複雜，成本极高，實際呢很少使用。黑色彈簧更可能是磷青铜或者是彈簧鋼做了黑色表面處理，所以鈦合金鉸鏈指的应該是鉸鏈主體框架的材質，彈簧部分呢未必是鈦合金。結構上，鉸鏈內部有限位彈片和受力彈簧2套机構協同工作。正常開合時，限位彈片約束在镜腿180度以內，需要外擴的時候，彈片受压，彈簧形变。最大可外翻12度。鉸鏈裡還內置了鬆緊調節螺絲，用普通的1字螺絲刀就能調節開合阻力，給用戶留了自主調節的空間。最後說一個容易忽略的細節，連接鏡框和镜腿的 FPC 柔性電路板啊，就是從鉸鏈內部穿過去的。這個鉸鏈不只是機械件，同時還是 FPC 的保護通道。設計上要同時滿足機械耐久和電氣可靠，複雜度遠高於普通光學眼鏡的鉸鏈。攝像頭在鏡框左上角，鏡頭來自舜宇定制的1G4P 方案，1片玻璃加4片塑料鏡片。玻璃保證光学精度，塑料呢控制成本和重量，是智能穿戴摄像头的主流配置。光圈呢是2.2，视角是105度超广角。图像传感器呢是索尼 IMAX681，拍照支持 4K×3K， 视频呢支持 2K 30帧，配合 MU 可以做 EIS 電子防抖。整個模組呢都是由歐菲光來組裝的。拆開來看，模組分成4層 ，FPC 軟排傳感器芯片，底座鏡頭 ，FPC 底板貼了導電泡棉，芯材呢是聚氨酯或者是 EPDM， 外附導電织物。作用有2個，一個是反射和吸收電磁波，阻斷外部干擾；二是為呢靜電荷提供耗散路徑，保護傳感器不被靜電損壞。散熱方面呢，攝像頭背部塗了硅脂，與金屬結構件呢是緊密接觸的，形成被動的導熱鏈路。攝像頭到金屬結構件，再到石墨烯導熱膜，眼鏡裡是沒有主動散熱空間的。這條鏈路是維持攝像頭穩定工作的關鍵。鏡框外殼材質偏軟，稍微用力呢就能按壓下去。推測採用的是普通 PA， 也就是聚酰胺，俗稱尼龙。PA 本身不是差材料，輕量、耐腐蚀，工藝成熟，成本可控，對結構强度要求不高的場景呢是完全夠用的。但眼鏡這個場景呢，主流的選擇是 TR90， 同樣是聚酰胺家族 ，TR90 是瑞士 EMS 專門為鏡架開發的改性 PA12。抗变形指數呢達到了620公斤每平方厘米，韌性和硬度遠優於普通的 PA。Ray-Ban Meta 還有 Rocky Glasses 走的都是這個路線。小米選擇普通 PA 呢，推測主要考量的是加工的便利性，代價是結構強度偏弱，長期使用後容易形變。希望下一代產品呢能優化一下材料。好，硬件拆完了，來聊供應鏈。小米 AI 眼鏡涉及34個主要的零組件，分別來自中國、美國、日韓和歐洲。先按數量算，中國的零組件占74%，除了核心芯片，基本全部都是國產。美國呢占14%，日韓和歐洲各占6%。但如果按照成本算呢，畫風就完全变了。美国零組件数量只有14%，但成本占到了42%。而中国零組件数量呢，雖然占比是74%，但成本只有54%，量大但是價低。這說明什麼呢？美國依然控制着高價值的芯片，中國負責量大面廣的製造和組裝。日韓呢和歐洲在精密傳感器上呢有優勢。具體供應商名單在大屏上我就不逐一念了，更完整的零組件詳細說明在我們的小米 AI 眼鏡拆解報告的圖文版裡，感興趣的可以去看一看。總結一下，硬件選型上，小米這代是在認真做的，高通價橫旋的雙芯片異構架構，索尼傳感器，歌爾的骨傳導麥克風，碳硅负极電池，還有鈦合金鉸鏈，這些配置呢，在智能眼鏡裡都屬於有誠意的水準，供應鏈國產化程度非常高。核心芯片之外呢，基本上都是国內供應鏈撐起來的，不足呢也很明顯。鏡框啊材質偏軟，希望下一代能夠改進。如果這期視頻對你有幫助，請點讚、收藏、關注，一鍵3連，你的支持是我們最大的動力。我是黑貓警長008，我們下期見，拜拜。